哦，又是一个官方未出 KO 先行的版本。之前咱们玩了 AS 的那款86擎天柱，这一回白色的重涂版本来了。盒子的外包装跟原先的版本不太一样，不过该说不说，画的这个还挺好看的啊。内容物方面跟原色版差不多的数量，特效件和大斧头换成了蓝色的透明零件，大枪还是和原先一样的。车型方面，模具还是那个模具啊，车灯这一块变成了这种凸起的尖尖状。透明的蓝色窗户里边，其实底色还是有一层银漆的，但是全身的白色零件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全白，其实它是有掺了一些青蓝色在里边的。那我们也是直接来开始变形，看一下这一回的变形手感如何。轮子翻下来，其实我在刚才变成车型试玩的过程中，感觉到这一回的白通版本比原色版本调的这个松紧度要稍微舒适了一些。但是可能有一些扣子还有转轴的松紧度有过调整啊，原先那个原色的版本玩起来太紧了，现在这些地方相对来说啊软和了一点，就是这些倒角的地方也更好过来了，包括整体的一个料子手感，把玩摸起来其实是要比原色版本稍微的韧了一些。没有像原色版本玩起来那么的硬了。好，说话间两条腿我们就变完了，也是因为白色零件的底色关系吧，所以这两个剪切的水口就不是那么的明显了。但是你摸一下还是能摸到这种凸起的感觉。侧面油箱这里涂了银色的漆面，其实这个颗粒感还是挺重的。上半身继续变形，明显手感上面舒适了一些。好了很多啊，其实是有进步的表现。你看，包括这一块的翻折也更舒适了。原先的那个原色版本啊，玩起来其实可卡手了。最关键的还是后边的这个马桶左右打开，根部的这个轴在原色的版本里边做的可紧了。现在这个白色的版本啊，相对来说已经好了很多，就是很轻松的你就可以掰开了。包括这一块的翻折，这个我记得在官方原版里边翻折的时候，脖子这一块会挺卡的。AS 的版本这一块有做修正，在原色版本的擎天柱时候，这一块其实就挺好往出翻的。白通的版本这个就更好过了。背包扣合。哎，这一块的结合也会更加的轻松。原色版本这一块的倒角可能做的有点太深了，卡起来会非常的难往过别。包括这一块手臂的打开翻出，其实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在变形过程中手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一样的感觉。甚至你透过镜头也能看出来，这个料子，尤其你上手摸了以后啊，感觉是掺了一些尼龙进去的，就是有尼龙上手的那种滑滑的感觉。最后大枪一背，那这款白通我们就变形完成了。其实要说按白色通天晓的这个概念设定来说，这次的颜色配的还是不错的，该有的一些元素做的都很好。而且改进的点在哪儿呢？大胯里边原色版本这儿弄了一个很突兀的黑色零件，这一回是和裤衩大腿统一下来的灰色盖子。哎，这个关节把颜色终于调对了。再有胸口打开，虽说里边还是个白色盖子啊，但是白通的底色用这个白色盖子就完全没有了问题。再打开里边看领导模块，这一回里边的领导模块是有金银分色和蓝色金属漆点缀的啊。原先的那个红色的版本，我的可能是中奖了吧，我里边的是一个大银的，并没有做任何的分色处理。后来也是听人们反馈说，大货的时候是跟这个正常的一样的，所以呢，白通的这个版本，哎，领导模块这颜色挺好的，没问题。包括这些缝隙对的都很齐，很准。头雕依旧是 AS 版本，稍微拉长了脸颊的这么一个造型，眼眶的这个边缘红色的眼睛啊，边缘这一块的眼睛涂装做的还是挺漂亮的。我一直觉得 AS 的这个眼改动的不错啊，会很有层次感。
另外呢，也是一些玩家指出来，之前我还没太注意这个点。AS 版本啊，它其实是省略了一些模具上边的细节的，比如说楼梯里边缝隙，原版中间其实是有网格的 ，AS 版本把这些细节省略掉了。还有就是它在模具开的时候，边缘夹角的这些棱角，边缘化做的会特别的锐。就是在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没有官方原版的倒角过渡的那么圆润，所以呢，可能这也是转轴卡起来比较紧的一些关键所在吧。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边缘的锐度高，会显得棱角分明，也是让大家会在观感上面感觉到好像刻线会更加的明显啊。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一次的白通重涂在把玩的友好度方面来说，会比原色版本高上很多啊。这一款变起来确实是太硬了，白通的这个料子，我觉得整体有更换，而且在一些卡扣还有转轴的地方，明显也调试的比这一款会更加的舒适。所以还是那个观点，70来块钱这么便宜的一个售价，感受一下这个模具的设计，而且在重涂的版本里边，厂商做了一些小的调试，来让这一款把玩起来更加的顺畅。况且有挺多的玩家只是单纯的想要一个擎天柱的车头啊，所以这个版本性价比方面真的是非常能打了。那么得嘞，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